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3月3号，礼拜天，又到了直播互动的日子了啊！大家有什么高见或者问题呢，就可以贴在留言区，付费会员的问题会优先的讨论。咱们这边的3月3号呢，已经是大陆那边的3月4号了，两会呢在今天会正式的召开啊，有人把它叫做二会啊，就是一群外国人的爹妈在人民大会堂商量如何继续压榨国内韭菜的两次会议。浙江有个异议作家叫展爱宗啊，他写了一篇声明发到网上，质问说叫做两会与我何干？展爱宗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倡导自由写作和自由出版。他在他的这个声明中讲，他说我只是一个写字的无权无势也没有钱，但是却被当局视为重点人员。重点人员也不是什么好词儿了，也就是说中共呢会对他特别的关照。他说从2年前中共20大到去年的杭州亚运会，先后被紧密监控和强制旅游。确实呀，所有中共重点监控的人员在这个二会期间呢，要么被24小时盯梢，要么呢会被强制旅游。但是呢，咱们老百姓还是不能不稍微注意一下两会啊，因为这里边可能透露出的信息就是中共下一刀割韭菜的姿势和方向，所以咱们提前做好准备啊，看看能不能躲过去。本次两会我觉得有3个看点，一个是经济，一个是台湾，还有一个呢就是人事安排。今天呢，还想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湖南长沙的陈先生近日透露说，他在当地医院当领导的一个朋友呢，跟他讲说，政府要求全国的卫生部门销毁一切跟新冠相关的资料，包括整个抗疫过程啊，就是包括打新冠疫苗的资料，所有资料全部都要销毁，纸媒文件这个需要销毁，电脑资料呢也要全部的删掉。这大概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终于认识到，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抗疫是一场灾难。那么习近平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啊。之前呢，我在推荐普瑞堂玄宝黑森口服液的时候呢，就有很多观众已经体验过了，很多朋友服了口服液之后也觉得很好，但是呢，有些人就问有没有原汁原味的原参产品。现在呢，普瑞堂就隆重的推出了玄宝黑参口服液的这个升级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一根参放在一个真空包装的这个塑料袋里，这是一整根的这个参。玄宝黑参呢，它的这个做法它是采用这种韩国的6年产的高丽参，是按照400年前的古法，经过60天的时间9蒸9晒，用纯手工的方式制作出来的。这个黑参呢，它基本上大小都是一样，重量也是一样的，个头大，分量足，根须完整这个品相也非常的好看。我们知道这个人参是有苦味的嘛，所以它采用了这种野生蜂蜜的古法去秘制而成。所以呢，它可以去冲淡一些人参的这种苦味。刚才我提到它是6年参的这个人参为什么6年参呢？其实人参在长到3到4年的时候就可以出土销售了，但是6年呢是人参最佳的食用时间。当人参长到第6年的时候，不管是外形还是重量都是最成熟，发展最均衡，养分也最完整。然后呢，经过了这种9蒸9晒的工艺9蒸9晒的工艺的话，它会使这个人参呢在制作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颜色呢，每一次蒸晒它的颜色都会逐渐加深，到第9次的时候呢就会完全变黑。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就能够有效的去除人参中的那种杂质和燥火性，最大程度的释放这个人参的有效成分。它的这个人参有效成分中的这个皂带含量比红参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的参它比较发红的这种，就是不到9蒸9晒这种红参的话呢，这个皂带的量呢就比黑参要少很多。黑参大概是红参的这个6倍然后呢是白参这种白参的这个16倍。这个开发出这个产品的女匠人其实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她就是韩国的一个叫做全顺基的女士，她自己就是被诊断出了子宫肌瘤，然后呢还伴有严重的血崩。后来等到这个子宫摘除之后，她就身体虚弱，手无缚鸡之力，站立也不稳。到后来就开始去研制和制作这个玄宝黑参。3个月之后服用了，她这个身体就逐渐的好转，现在身体已经完全康复满头的黑发，之前的头发都掉的差不多了。而且现在这个面色从这个暗黑呢变成了红润，所以他的皮肤大家从这个照片中也可以看到其实就像是小孩一样就是完全不像是一个老年的妇女。这个原参呢都是采用独立的真空包装就是这么一盒，这一盒的很重这个总的重量的话呢大概是525克，其中呢包括这个15根这个原参所以这个里边这个人参的含量呢是分量非常的足。
每一根的话都是差不多重的，差不多大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普瑞堂的核心理念呢是纯净、天然、有效啊，所以它的这个原生和口服液呢，就适合任何体质的人，1年4季都可以放心的使用。除了原生之外，这个普瑞堂它还有这个鱼油啊，它这个鱼油的话呢，也是可以提高免疫力、消除疲劳、清血管、降三高和胆固醇的，这个疗效的话非常的显著。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点击这个视频下方的链接，然后呢输入我的专属会员码，就左下角显示的 TL2023，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的邮寄了。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开始回过头来说第一个新闻哈。这个中共的两会呢，今天呢在北京呢就要召开了，那今天呢是政协会议，明天呢是人大会议，两会呢通常是持续时间大概在10天左右。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对两会期间就是限制低空的这种航空器，那么这个有禁飞的通告，估计呢会在3月11号或者3月12号闭幕。两会中呢有几个看点啊，第一个就是如何谈及目前的经济困境和是否会释放刺激经济的措施。第二个看点就是台湾今年5月20号会政府换届，赖清德上台，那么中共如何表述对台政策？第三个看点就是人事布局是不是会任命新的外交部长啊？如果任命的话，到底是谁？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济哈。目前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困境，大家应该都能够感受得到哈。过去20年的繁荣，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靠这个房地产加杠杆拉起来的，各种基建呢、城投项目堆积出一个虚假的繁荣。华尔街日报呢，这2天有一个报道，就提到说，中国2月份百强房企的新房销售额同比下降了60%，很可怕的一个下降的数字啊，这个1多半都没了呀。那么由于地产商呢没有办法出售楼盘，就造成它的资金链的断裂，那欠的债务就没有办法偿还。纽约时报呢还有一篇报道，这个被视为中国房企优等生的碧桂园现在遭到债权人的起诉，要求对碧桂园进行清盘。所谓清盘的话，就是破产清算，去偿还贷款。这个债权人是香港贷款机构，叫做永恒信贷有限公司，他要求碧桂园偿还大约16亿港元的贷款及利息，其实不多，大概就2亿美元嘛。大家可能还记得，香港的高等法院上个月下令清算中国的恒大，那碧桂园或许不会像恒大那样很快被强制清盘，但是呢，房地产崩盘却是中共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危机。日本的野村证券啊，上个月的时候估计说，中国大概有2000万套烂尾楼，需要4500亿美元才能够竣工。但是现在建成的公寓已经饱和了，房子都卖不出去了，是吧？其实不光是房地产这种就是花费很多钱的商品卖不出去，低端的消费呢现在也在萎缩。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国开始出现了很多 KTV 哈，这个 KTV 的品牌先后崛起，像钱柜啊，像 K 歌之王之类的。其实我在纽约都能够看到，就钱柜这种唱歌的地方，在这个城市各大核心商业圈是遍地开花。进店的消费的这个年轻人都是需要排队等待的，就是这个场面非常的火爆。最火的时候啊，中国的 KTV 门店的数量一度超过12万家。那么现在还剩下几家呢？这个其实当年的 KTV 生意有多火爆，如今的生意就有多惨淡啊，爬得越高摔得越狠。这个中国新年过后呢，位于北京寸土寸金的国贸地段的 KTV 叫纯 K， 整个5层楼的 KTV 包厢全部都是空房，连一个消费者都没有。工作人员表示说 KTV 的生意是1年不如1年了。面对这样的经济困境，大家都在想，就是说这个李强今年的政府报告会怎么写，是吧？他到底会写什么东西？未来1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怎么定？还有就是说会不会透露出台什么刺激措施？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哈，李强并不会把自己这个政府总理视为中国经济发展或者是经济衰落的负责人。因为他刚刚当上国务院总理的时候，他就把自己视为习近平的秘书，然后呢，把国务院视为习近平各项经济政策的一个执行机构。换句话说，他不决策只执行，如果要是执行出问题的话，是他的责任，但是决策出问题的话，那是习近平的责任。而且李强呢，在2月19号专门讨论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哈，因为他3月份要开两会要做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嘛，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李强就号召各部门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开展工作。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际上是习近平主持，习近平来制定这个未来的这个经济政策。所以对于目前的经济困境，李强只能做一个选择，那就是视而不见，否则的话就是在打一尊的脸嘛。
虽然中共在1月份的时候给出了一个，当时是李强到达沃斯论坛开会就给出了一个5.2%，就是2023年5.2%的经济增长数据，是没有人相信的。那今年的政府报告中肯定仍然坚持这一点。那么来年的经济成长目标呢，估计会定在5%。那这个今年其实都没有完成，明年就更没希望了。今年为什么感觉好像还增长了0%到3%就是外界估计是因为2022年封了1年的时间它这个经济已经被压到低谷了。按道理来讲，今年应该有一个反弹，很多人都认为今年会有一个反弹，这就是为什么在2023年开年的时候，当时华尔街向中国投了很多的钱，结果后来发现没反弹得了，所以华尔街后来就抽身退了就是割肉就离场了。那今年在2023年的基础之上，那2023年如果这个有所增加的话，那等于是这个基数又变大了嘛。那么在2024年再增长5%的话，就会变得更难。所以呢，这个事儿其实只有一个机构能帮助中共完成，那就是国家统计局了，只能靠数据造假了嘛。既然不承认经济有问题，那当然也就不能指望中共提出解决问题的任何方案了。那2024年这个中共打算怎么做呢？根据央视新闻习近平以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2月23号的时候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4次会议。他所研究的内容是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问题，还研究了一个叫做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问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话，其实就是很多高速公路的话可能会开始就减费或者不收费。这事能不能发生的话，我觉得可能性比较渺茫因为中共本来就没有钱，高速公路是一个相当于印钞机一样你把这个印钞机关了，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那所谓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话呢，无非就是政府采购然后在采购的过程中通过权力寻租，给政府官员一些腐败的机会。那这个中共现在的这种经济困境，还不上钱，政府没有钱怎么办其实政府欠了很多的债嘛。这2天看到另外一个新闻，是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女企业家叫马一加一这个人是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女企业家，她承建当地的一个扶贫搬迁的工程。这个工程其实是有中央专项扶贫资金支持的那她当时搞了几个项目，包括幼儿园小学等等10个政府项目，结果在工程完工之后向政府讨要工程款，长达8年的时间要不来。这个中共欠了多少钱呢？中共一共欠了2.2个亿很多很多的钱呢。你要看他讨要这个整个这个债务的过程花了8年的时间。要知道8年之前那是2016年，那时候中共各级政府还是很有钱的，所以说明中共各级政府有钱也不给你，对吧？更何况现在没钱了呢，对吧？那怎么办呢？这个当地政府就跟他协商说，希望用1200万元人民币化解2.2亿元的债务，就2.2亿我是还不起了，我只能给你1200万，这个连个零头都不够呢，那是2亿2千万对吧？只给他1200万，被他给拒绝了。被拒绝了怎么办呢？中共就给他安了一个罪名，叫做寻衅滋事就把他关到监狱里边了。所以中共现在化解债务有一个绝招，叫做以刑化债我不是欠你钱吗？我就把你关到监狱里这回我不欠你钱了吗？这个所以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其实在这次两会期间的话，不会有任何出人意料的刺激措施甚至就连问题的本身的话，中共都不会承认的。那下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就是说中共在两会期间会如何表述，因为今年5月20号的时候会有一个台湾政府换届的问题嘛。那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没有注意到，在2月28号这一天，欧盟呢就台湾问题通过了2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一个叫做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还有一个叫共同安全及防御政策。这实际上是欧盟的2项年度执行报告的决议案这个报告中呢就关注台湾的地位和台海局势。这2个报告是以62%和65%的得票数通过的。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报告中，欧洲议会强调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并且谴责中共试图以武力片面改变台海和平及稳定的现状。这个显示说台湾问题不再被欧盟视为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也是台湾的一个外交方面的重大突破和里程碑。台湾的外交部就此发表声明，感谢和期待跟欧盟之间深化交流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在29号的时候强调说，这是欧洲议会继去年12月通过欧中关系报告之后，强力反对中共扭曲联合国大会的2758号决议，然后呢第一次强调台湾和中共互不隶属，以及只有台湾民选政府可以代表台湾人民，显示出对台湾自由民主的高度肯定，说对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具有重要的意义。
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对于中共来说是一个非常恼火的事情啊，但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而且呢变得不可逆转。如果美国的国会也能通过这么一个法案的话，我觉得中共会彻底泄气。对于台湾呢，这个中共是吃不下也不敢打。我估计这一次中共两会报告中会针对台湾放狠话啊，不会再有任何怀柔的话。但是请大家放心，中共不过就是说说罢了啊，因为咬人的狗根本就不叫嘛。第三个看点就是这个人事安排了。秦刚现在已经辞职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谁支持去取代秦刚的问题了。大家知道这个王毅啊，他的岁数其实比习近平还大啊，所以临时过渡一下当外长是可以的。到了今年两会就必须得换了。现在外界普遍看好的是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啊，前段时间刘建超到美国去访问嘛。但是呢，其实你永远都不知道在这个两会期间真的会发生什么哈。你也就像我们过去都认为两会之前一定会召开这个三中全会的是吧？但三中全会也没开。那这一次是不是真的会换外长呢？可能性不小啊，我也只能给他80%的可能性。那就是如果这次还不换外长的话，真是让大家跌破眼镜了啊！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真是找不到人了。至于说国防部长李尚福，因为已经被董军取代了嘛，两会期间可能会擢升董军为国务委员。但是其实不管谁当外长或者谁当这个防长哈，外交政策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谁当外交部长并不重要啊。中共外长只是习近平的一个传声筒，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执行者。估计今年中美之间仍然会保持一个叫斗而不破的局面啊，所以跟这个2023年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既不会下降太多，也不会上升太多，就是保持在现在这个。其实这个中共经常讲叫什么稳中求进呐，这个什么这个稳中向好。其实我觉得中美关系是稳中向下啊，我觉得每年的话都会向下一点，但是呢是稳中向下啊，就不会下降的特别突然。当然，2024年这个大选之后，如果川普上台的话，到2025年的话就不太好说了。川普具有相当的不可预测性啊，就要不然是大起，要不然是大落啊，所以这个中美关系可能在2025年的时候会有一些大的变化。今年两会还有一个看点，就是习近平是不是会去湖南代表团就所谓解放思想的问题做出进一步的阐述。我估计呢是不会啊，因为如果解放思想啊这4个字哈，如果是习近平主攻的方向的话，那就不会仅仅是湖南和黑龙江2个省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应该在全国迅速的铺开。其实真的搞解放思想的话，也不应该在湖南搞，是吧？在湖南搞解放思想本身就比较搞，是吧？因为解放思想如果真的搞的话，也应该是广东或者是上海啊，甚至是北京。北京因为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嘛，所以可以自上而下的推啊。如果是这个从地方往上推的话，应该选广东或者是上海嘛。湖南并不是一个搞解放思想的地方，湖南是个搞革命的地方，是吧？造反是没问题的，解放思想不符合此地的民风嘛。所以刚才总结了一下这个3个看点啊，一个就是这个台海问题、经济问题，还有就是这个人事安排的问题。反正呢，我已经都给大家念叨了一下，我们大概预期什么样的结果。反正是两会现在还没有开，我已经把基本上这个中共未来1年的路线方针给大家给中共制定完了啊，替中共制定完了。具体呢，咱们等开完会的时候再看一看，就是我的预测到底有多准。最后再说一下这个销毁所有新冠资料的这个事儿哈，目前还是属于个别的传闻。主要是来源就是湖南长沙一位姓陈的先生从他一个在当地医院当领导的朋友那儿听说的啊，就说要销毁一切跟新冠相关的资料，包括抗疫整个过程，就是相关的那些文件啊，包括打疫苗的资料啊，这个不管是纸媒的还是电子文件全部要删除，特别是整个抗疫过程中政府一些出洋相的东西全部都要销毁。这个对于打新冠疫苗的资料也要删除的话，你就不知道谁打谁没打了，是吧？这个听起来感觉好像还是有点匪夷所思的哈。大陆的这个新冠疫苗据说是有很多问题。其实如果我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话，我也是绝对不敢打大陆的疫苗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疫苗从研发到实验还是到通过检验，中间到底都发生了什么。肯定大家以中国的那种就是社会的那种浮躁啊，然后大家都想发财，所以研发也好，试验也好，或者通过检验等等，全都是挣快钱的。中间不知道是递了多少钱，然后打通关节把这个事情加速做了啊，这个质量肯定是没保证的啊，不会有什么质量控制，所以最后你都不知道打到体内的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副作用。不过呢，就是咱们刚才讲，如果是全国下令删除的话，那一定是习近平下的命令了。因为这毕竟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一个活动嘛。如果是国务院或者其他别的部门、卫生部下令的话，那等于是在打习近平的脸，所以只能是习近平自己下令嘛。
那如果习近平真的自己下令去删除这些资料的话，大概也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一场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抗疫就是一场灾难。那么下一步习近平会怎么做啊？就是会不会有什么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其实中共从夺取政权以来，从来都没有纠正过自己的错误。可能很多人觉得说中共不是勇于改正错误吗？就是经常中共也自己这么宣传哈。其实如果你要看一看10年文革，中共唯一纠正的所谓的纠正错误就是10年文革。但是我们说所谓的话，是因为他的错误根本就没有纠正。你仔细看一看就知道，不是犯了错误的人真的出来承认和改正错误，而是一波被整的人啊，像邓小平啊，像王震的这批人，通过政变翻身了啊，通过中南海怀仁堂政变翻身了。翻身了之后的话，是自己给自己平反。所以他们纠正的不是错误，他们纠正的是给自己扣的那些什么反党什么之类的罪名，因为他们现在要做到主席台上去了，他们得把那些罪名给帽子都给摘掉。至于说发动文革的毛泽东，牌位仍然挂在天安门上嘛，而且习近平现在还要重新走回文革，所以说这个文革的错误根本就没有纠正。如果他真的想纠正的话，至少得成立一个文革纪念馆吧，像巴金这个一直呼吁倡导的那种，要成立一个文革纪念馆，他都不承认嘛，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想纠正错误。所以习近平是既不会纠正错误，也不会总结经验。习近平最希望的是大家赶快把这事忘了啊，就像他们中共希望我们忘掉文革和忘掉6·4一样。黑格尔讲过一句话，他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如果你要是这个有了教训不总结，然后呢不交给下一代的话，同样的这个问题他们还会遇到，同样的跟头他们还会摔，同样的坑他们还会掉进去。中共就是因为一直不让大家反思中共的错误，总结经验，并且就是说进行整改啊，就是提出这种就是实际的操作的这种改进措施，才会造成中共的那些制造的灾难一次一次重复的发生啊。抗疫也是这样嘛。那有人说，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至少应该努力的记住啊，如果中共让我们忘记的话，我们至少应该努力的记住中共的这些丑恶。因为黑格尔还说过，叫做麻木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固的群众基础啊，所以我们自己不能够麻木，不能够冷漠。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2个话题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 Virginia 的秦女士和加州的蒋先生，还有新加坡的庄女士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今天是周末哈，咱们这个有这个互动的环节哈，咱们下面就进入到这个互动问答的环节。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这边打字哈，咱们就开始来互动了啊。第一个问题，张教授好，中东、非洲和南亚全部都是部落社会，而不是民族国家，有很多军阀，所以民主制度一直都是失败的。从2战结束后独立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独裁推翻另一个独裁，这60多年都是这样恶性循环。既然无法实行民主，那么什么样子的制度适合这些国家，可以保障自由、法治、人权和廉政？这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政治学上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民主呢，它一定是公民社会才能够完成的。也就是说，什么叫做公民呢？就是能够为这个社会尽义务的人，同时呢，他们有这个道德，同时呢，公民他是有公民的要求，就是对这个公民素质是有要求的，就是公民你需要这个掌握一定的这个就是知识啊，就是我刚才不是用这个引用了黑格尔的话嘛，就是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学到任何教训。那其实呢，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来说，应该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啊，应该了解，比如说这个东方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史啊，或者比如说西方的文明史，把人类的这些历史了解一下，你看一看，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这个国家制度设计是这个样子的。作为一个公民的话，你对这个就是国家的历史是不是了解啊？就是对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些教训的话，是不是已经学会了？同时，作为一个公民来讲呢，其实你是应该就是有一定的这种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大家知道，其实我非常反对就是这种所谓的出生公民权啊，就是说你只要生在这个国家，一出生你到18岁的时候自动获得公民权。其实最早的民主包括在雅典，也不是每一个雅典人都会成为雅典的公民的。我们就不说那些妇女儿童他们没有公民权的问题，就是普通的男人，你如果不为这个国家做贡献，你的财产不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你也不能够做雅典的公民。
只有雅典的公民才能够去参加公民大会啊，才能够去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这个投票表决。只有公民的话呢，才能够竞选这个公职。那这些公民的话呢，他们是有一定的财产要求的，就是因为你只有自己真的努力，然后呢，通过你的这个辛勤的劳动创造财富养活家人，那说明你是一个负责任、有责任感的人嘛。那么如果你能够对家庭有责任感的，那么我们就假定你能够对这个社会也有责任感。所以其实大家知道，就是一个人的责任感就是在你投票选举的时候，你是不是真正能够对这个社会负责是非常关键的。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当时这个申请驾照，就是这个考完驾照之后的话，你买了车不是得买保险吗？就有人跟我讲说，如果你是一个已婚的人，那么这个你的保险费可能会低一些。为什么这样？我也很奇怪然后还说如果你要是有 PhD 的话，你的保险也会降下来。我当时很奇怪，我说这个事儿跟开车好坏、技术好坏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的道理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已婚的人，说明你是有家庭责任感的人。然后呢，如果你是比如说读了博士的话呢，他认为说你是在这个就是做事情的话会相当的认真就非常的这个能够稳下心来，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他认为这种人的话，他是有责任感的。所以呢，他觉得你有责任感嘛，那你开车的话，他就假定你开车的话，你也会保持这样的一种责任感，所以呢，你会比较小心，你出车祸的几率就比较少，所以是你这个保费的话就可以往下降。这是他们的一个理论，到底是不是真的实践是这样的话，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当时是有人这样跟我讲过。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公民应该展现出来这样的一种责任感。过去那个罗马的公民也是嘛，要不然的话你是交税，要不然的话你是服兵役总而言之的话，你只有对这个社会做出贡献的话，你才能够才能够成为公民。所以至于说其他别的地方，像中东像这个非洲像南亚什么之类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民主制度的失败其实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失败，就是这个地方并没有建成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民众的道德感如果这些方面包括民众的思考判断的能力，如果不能够达到的话，那么民主其实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制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要说什么样的制度适合这些国家，咱们刚才不是引用黑格尔的话吗？叫麻木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固的群众基础。就是如果民众的素质不行，那你也就别怪你选出的政府不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多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说你在想方设法设计一个多么 smart 的制度，而是每一个人，如果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中的人，他能够从知识上从他的这个道德水平上都达到一定程度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社会，不管是什么制度，它都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定、比较平和的这种社会，而且还会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所以你会看到像欧洲的那种议会民主，像美国的这种总统制的民主，甚至像欧洲一些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其实它都还生活的可以包括像泰国还有这个泰国还有国王，然后日本还有这个天王是吧？这个所以其实就是这些这个政体，如果民众的素质好的话，那最后出来的这个政府其实也会比较好。政府无非就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体组成的嘛，对吧？稍微有一个好的这个相对公平的制度，然后这社会上大多数都是好人筛选出来的那个政府的话，应该也不会太差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大家可能知道，其实中共在这个最开始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共的很多的官员，他们还是有为老百姓真正办事的那种心的，不是因为这个他们是这个共产党员被中共教育的好，是因为他们受教育的时期就是民国时期，所以他们保持了一定的这种传统的理念，还是做认老理儿吧。所以这样的人的话呢，他当了官之后，他虽然可能也是中共任命的，但是还是有一些官员他们的素质还是不错的他也还是愿意为百姓服务的。现在是不行了，现在就整个中共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掌握政权的这个70多年，就是一个不断的败坏人类道德的过程。所以现在你把整个中国的人的道德都给败坏了，你再从这些人群中你再选，又是一个逆向淘汰机制，再选出那些官员的话，那就肯定会很糟糕嘛。所以就是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能做的就如果我们真的想为一个社会负责任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应该从自己做起的，把自己的素质
提高上来，然后呢也宣传这种公民意识啊，在这个民众中宣传这种公民意识，我觉得大概也可能只能是这样去解决这个问题。OK，下面一位朋友问，看一下哈，田老师好，请问您如何理解有些专业人士会提出完全不合常理的论点，比如这个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投降论，前国防部长、作战次长吴思怀这个要同时支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建议？这些人我觉得他讲这个话，我相信他不是不懂，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讲这个话是不合理的啊，就不合逻辑的，其实就是装傻。他就是背后某一种利益的唆使啊，就是或者是有的时候人这个被利益左右的时候，他就会变得非常的愚蠢，他就会讲出这样的话。他们讲什么话其实并不关键，关键的问题是这种话在社会上能不能够有市场。那能不能够有市场的话，取决于2点嘛，一方面就是媒体啊对他们的报道和相关的评论，再一个就是每一个公民啊，我就说每一个公民他自己的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些事儿，你指望这些人他们不被中共收买，这有的时候真的也挺难啊。就像台湾啊，现在就是这个国民党其实有很多的官员，他们对于这个共产党他们是抱有一种，因为他们输给民进党不服气嘛，所以他们就对民进党就抱有一种非常厌恶的那种极端厌恶的感情。为了干掉这个政敌的话，不惜觉得这个投靠共产党，我也得把民进党干倒啊。就是国民党里边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有一批人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抱有执着的时候，其实人会这个智商会下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没办法指望他们了，我们只能指望我们自己。其实我在这个频道中不停的在讲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不能指望别人，我们只能指望自己啊，从我们自己这地方做起，每一个人都好的，这个社会自然就好。OK，下一个这个问题，请问教授，你说过现在政府高度仰赖人民纳税供养，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的纳税或人民纳税太少，中共政府可不可以学古代只许政府卖盐或类似方法，比如食物水只许政府卖，这样中共不就能解决财政问题吗？其实卖那个东西卖不出多少钱啊，就是古代呢，它是一个农业社会啊，所以就是因为物资比较少嘛，那相对来讲就政府垄断一些行业，这个像盐呐、铁呀、酒啊。这个就是这些东西，如果要专卖的话，政府就能够赚很多的钱。现在的话，我觉得政府不至于到垄断食物和水的这种程度哈。这到了这种程度的话，我觉得那这个政府其实已经承认自己彻底的失败了。我觉得这个中共不会靠这种方法解决财政，它有很多其他别的方法。就像比如说这个。刚才咱们提到那个以刑化债的问题哈，就政府欠你债，他就把你直接抓起来啊，就是我不欠你债啊，就是我不用还了这个债啊，他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政府还可以有一些其他别的方法，更聪明的方法去这个抢劫百姓的钱。过去啊，这个大家知道，在这个中国古代呢，在明代以前花的那个钱呢是铜钱啊，或者是布帛。所以呢，你得真的把这东西做出来，也就是说，政府要把这个钱铸造出来啊，或者是说你要开采铜矿，还要铸造，是吧？或者比如说你真的是这个养蚕，然后呢这个吐丝啊，然后节俭，然后呢你再抽丝，然后再这个把它织成布匹，是吧？像这个唐代、宋代的时候都是用绢帛作为这个就是货币嘛，那是有一个生产过程，但现在不用了。中共如果没有钱的话，它完全可以一键印钞啊，它可以这个实行数字货币，然后一键印钞啊，所以就对他来说的话，他不需要通过卖盐、什么食物水之类的去抢劫你的财富，他印钞就完了，就可以把老百姓恶性通胀的话，就等于把老百姓所有的钱全部洗劫了。哪怕比如说某某人哈，你现在手里边有1个亿哈人民币，你觉得挺多的，那个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它的恶性通胀啊，像阿根廷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通胀1年的话就这个5倍10倍。你通胀5、6年的话，你手里边那个1个亿就跟现在100万差不多了，你的钱全没了。然后呢，像那个津巴布韦啊，它那一通胀的话，能几十亿倍啊，都不知道的那个零都数不过来，那个多少个零一后边。到了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政府就已经把你的钱全都抢走了。中共现在还没走到那一步，但是将来真的不好说。就如果他的这个债务问题无法化解的话，真是不好说的。他现在可能还是以债养债。大家知道，就是说中共会发行特别国债啊，会发行特别地方债呀，
这个国债跟地方债发行完了之后的话，其实根本就没有进入流通领域，就是以债养债，借新还旧。现在中共印100块钱的国债，差不多99块钱都回去还债去了，只有1块钱可能进入流通领域，所以基本上来说，对于这个社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他将来借不到这种债的时候，就发行国债没人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就开始无毛印钞了。无毛印钞的话就是恶性通胀嘛。所以到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民币会贬值，这就是中共解决财政问题的一个终极方案。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其他别的方案了。你要问我说是不是有解决方案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有方案的。有什么方案呢？就是你把贪官的钱全都拿出来还给老百姓就完了，对吧？当大家同时都有钱了，可以消费了，然后呢，政府走向法治，中国经济是可以重新 restart，因为在贪官的手中是有很多很多钱的。但中共不会走这条路啊，可以肯定。所以我觉得中共最后可能没办法，只能走上恶性通胀的路啊，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办法。那有人说怎么办？怎么办？那就想办法换美元啊，往外润啊什么之类的。你听到我这个频道的人还是太少了哦，大概我们这一次的话10万到20万人听啊，做一次节目。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听到的话，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一个你知道如何应对的这么一个机会嘛，就是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去实践它了。OK， 下面一位朋友问，跟张先生探讨一个问题，我认为麦康奈尔才是代表传统的共和党人，适当妥协，以国家利益、政党团结为重。目前是以川普为首的极右翼势力抬头，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其实特别敏感，大家知道，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政治也好，包括在台湾问题上也好，包括在这个就是很多方面嘛，就是这个包括海外自媒体。都变成了一个，甚至连追星这种事情都会变成一个撕裂社会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个理由啊，就是大家现在不是在，我觉得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哈，就是互联网出现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大家突然之间有了一个站队的这种机会啊。过去的话，比如说我支持哪一个明星，那我支持他就支持他，我就最多我就去看看他的演唱会，是吧？或者我自己唱一唱他的歌，他不会有一个你支持这个假明星，我支持乙明星，完之后咱俩吵架这种，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有了互联网之后的话，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战场啊，这互联网变成了一个战场，大家在上面开始吵架了。不光是这个追星的问题啊，这追星问题还是可能小事了，就是饭圈文化非常非常糟糕的这种饭圈文化，在政治上也是一样。很多人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在考虑政治问题的时候，他跟人，他不跟事儿。有的人的话，他就当成神一样，不能批评啊。比如川普是不能批评的，你一批评川普，他就说你是深层政府。川普有没有做得好的地方？当然有。川普有没有做得坏的地方？我觉得也有。所以呢，我觉得我是对事儿不对人呐。前两天在推特上就有一个人，他就说到这个加密币的事情啊，就说到这个比特币，说这个比特币啊是中情局发明的。我真是觉得这个东西，这个逻辑上它也不成立啊。中情局发明这个比特币干什么？如果中情局发明比特币的话，它为什么美国在前一段时间，美国的那个华尔街一直不让这个比特币，就是能够进入二级市场，不让它的那个 ETF 进入二级市场，然后对比特币一直想办法监管。如果都是中情局的话，那中情局自己就可以管了，是吧？就是有很多东西你听起来的话就特别阴谋论。还说什么呢？说这个中情局就是中本聪啊，因为情报叫 intelligence， 跟聪明是一个意思，所以中情局的话就是那个比特币的发明者中本聪啊，就是预示着就是中情局的意思。我真是不知道，就说这样的东西，你听起来感觉好像是这个，好像还有点道理啊，因为你好像觉得这个中情局那个 intelligence 啊，就是 central 什么那个 intelligence agency 那个 intelligence 还真是这个聪明的意思哈。intelligent 是聪明的意思嘛，它也是情报的意思。说这个中情局就是中本聪，但是中情局的话，他会从这个中文去发明出来一个什么叫做中本聪的人嘛，就很奇怪。中情局发明比特币的那人是中国人嘛，就很奇怪哈。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呢，我是觉得这个就是很难理解啊，就是为什么会有人相信这个？还有人说这个比特币是一群黑帮发明的啊，就是为了贩毒啊，就是为了贩卖人口发明的比特币。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不可能？因为比特币它的价值其实是基于共识的。大家知道这个钱呢，它的本质是什么东西？钱的本质其实就是共识嘛，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值钱，这东西就值钱了。
举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这个太平洋有一个岛啊，那个岛上的人呢，他是以石头作为货币的。这个在我的就是会员网的那个节目叫秦汉史啊，其中讲到这个汉武帝的这个经济政策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钱的本质的问题，就是我说这个钱的本质其实就是大家相信啊，就是一种共识。有兴趣大家可以点哈，我视频下方有这个秦汉史的那个链接，大家可以去看啊。我就提到这个问题，那如果大家都认为这个石头值钱的话呢，他们当时在太平洋岛上就是把那个石头磨成像磨盘一样的东西啊，中间有一个圈啊，就是有个空洞，完了之后呢，上面刻上这个石头是属于谁的，那石头非常大，搬都搬不走，所以这个石头属于谁的话，这上面刻字啊，这个石头是属于 Tom 的啊，那块石头是属于 Jack 的啊，就比如说哈。大家都认账啊，都认为这个石头可以作为一个我们大家共同相信的交换的媒介，那这石头就变成钱了。那其实比特币和那些石头没啥区别。有人说这个比特币就是一串数字值什么钱，那数字是不值钱，但是呢，它所代表的共识才是这个货币真正的价值所在。一批人他们就是相信这个比特币，他们认为，比如说有一些这些保守主义者，真正的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哈，他们就认为说这个我不想让政府控制我的钱包。因为我们现在花的这个钱叫法币嘛，叫 fiat 啊，这个 fiat 的话其实是政府印的钱，那政府印钱的话，它也可以多印，就会出现通胀，而且政府印钱的话呢，每一笔钱的转账都从银行走，所以这个钱从 A 流到 B 的手里啊，从甲流到乙的手里面，政府都可以监管。有些人他们就觉得政府保守主义者嘛，或者说极端自由主义者或者自由至上主义者哈 ，libertarian。这些人的话，他们就觉得政府你管我那么多干啥，对吧？我花钱我愿意给谁钱我给谁钱，他们也不想给政府交税，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根本就没有必要存在。所以呢，他们就觉得比特币就是一个他们自己可以私下交换，可以大家有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然后我们就以这个价值为基础来进行交换。这就是为什么比特币在美国呀，就是有很多最开始就是 adopt 比特币的啊，就是这个接纳比特币的人，反而都是那些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他根本就不是黑帮，如果一个黑帮的话，他一定是一个组织严密而且人数很少的这么一个团体，他不可能形成现在像比特币这样的一个 community 哈，这个共识。现在全世界有比特币人，我觉得几千万上亿可能都不止了。你黑帮的话，它怎么可能会形成这种共识呢？对吧？所以比特币它是以共识为基础的。你说一个黑帮，你何必还费那么大劲，还写一个什么白皮书，这个搞了一个什么比特币挖矿什么之类，你何必呢？对吧？如果你真的能够自己定义货币的话，你就自己随便捡块石头，上面写上你的名字，说这就值这些钱，那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实际上我就觉得有很多的这个传闻呐，这个阴谋论的那个味道非常重。但是呢，你一旦质疑他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是属于深层政府的啊，因为阴谋论一般来说都是极右翼的人，他们会相信阴谋论嘛。你一旦质疑这个东西，他们就说你是深层政府的啊，然后的话就开始对你各种的冷嘲热讽啊，完了之后对你进行网暴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种 opinion 的表达，就是我个人意见的表达。比如说这个习下礼上啊，就有支持有反对的。或者比如说是秦刚到底是因为什么这个下了台，有支持有反对的，对吧？俄乌战争你到底是支持俄罗斯还是支持乌克兰？有支持有反对的，这个东西是这个社会上就是这样的，人上100，形形色色，怎么可能大家都想的一样呢？对吧？怎么可能只要跟你不一样，他就是深层政府的，或者他就是个大外宣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看问题是不能这样看的。那就是回到这个川普有没有做的很糟糕的东西？我觉得川普，我实在是不喜欢川普，他这个讲这个什么，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如何好啊，习近平如何 smart 呀，然后说我跟金正恩是什么朋友啊什么之类的，跟普京是朋友之类的，我觉得他完全没有必要讲这个话，是吧？他讲这些话就是让很多人真的是会觉得，如果你上台之后的话，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怎么办？那有人说那你是不是支持左派，支持拜登？拜登有做的好的地方，做的坏的地方，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我是很难接受的啊，就是像什么性别议题啊，什么种族议题啊，什么气候，什么气候议题，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好无聊，而且我觉得有的东西是相当的邪恶，尤其是那个性别的问题，我觉得相当的邪恶。他们在通过教育在毁掉美国的这个传统的这种家庭的观念啊，毁掉美国这些这个信仰的根基，这是我非常非常讨厌的。当然包括非法移民的问题，我也觉得这个是美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因为这一点我要否定拜登的外交政策。我觉得拜登在外交方面的话，其实真的是联络盟友围堵中共，干的我觉得不比川普差，甚至很多时候我觉得他干的更系统，
更严密。这是我觉得，就是外交方面的话，我觉得民主党现在到目前为止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话，我觉得在重大的问题上，他们的这些方针我还是相当的同意的。在内政的问题上，当然我更同意就是这个美国的保守主义者的理念。所以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就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对事儿不对人啊？就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看的，这个事情本身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不能会因为在某一个问题上跟你的意见不一致的话，马上你就变成了我的敌人，或者说以川普站队啊，只要不支持川普的话，都是我的敌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必要，这种想法其实跟共产党没啥区别了，就是搞红卫兵嘛，对吧？就是搞站队嘛，是吧？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大家知道我和这个方伟啊，就是在这个美国的内政的问题上，其实有很多辩论，包括在周末大 V 谈呢，这个在我们油管上，有的时候我也请他，偶尔会请他来吧，就是会有一些这个辩论。但是那真的是我们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归看法不一样，这个事情只要我们没有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任何其他别的问题还是达成共识啊。我们在一块儿就是大家在一块儿也很开心，然后这个就是有问题可以开诚布公的讨论，然后在一块儿关系也很好。在很多项目上其实都在跟方伟先生，我都在跟方伟先生合作。我觉得这就是儒家讲叫君子和而不同嘛。我们没有必要在每一个问题上都保持一致嘛，就是 we agree to disagree 嘛，就是我们同意我们有互相之间这个有不一致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刚才这位朋友问说麦康奈尔是不是代表传统的共和党人适当妥协以国家利益政党团结为重？其实我觉得我不对人做一个定位说这个人是个好人，这个人是个坏人。像伊隆马斯克像伊隆马斯克他有没有这个做的很漂亮的地方？我觉得很好，他收购推特，然后让大家有这种言论自由，我觉得很好。然后马斯克，我昨天做了一期节目，我真的是希望大家看一看因为他提到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昨天我那个会员节目，我把前面大概有20分钟的内容放出来，因为我认为那些问题都是我们现在社会大众应该了解的问题。就是马斯克起诉这个奥特曼，就是那个 OpenAI 的那个 CEO 为起诉他，就说他在创建这个 OpenAI 的初衷是为了社会大众的福祉，但现在他把它变成了一个盈利性的这个技术，完全背离了当时的初衷。马斯克是希望对这个 AI 进行伦理方面的约束，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对的。所以我觉得马斯克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对的。但马斯克有没有我不同意的地方？我当然有很多地方我都不同意马斯克的观点。比如说，我觉得马斯克认为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我坚决不能够这个认可的，因为马斯克他搞不清楚中国和中共是什么关系。就是他把中国跟中共等同在一起。马斯克应该表述的是台湾在中共还在的情况下是不能够跟中国统一的，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台湾的人受到中共的奴役。他如果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马斯克就太 smart 了就非常聪明。但是马斯克他因为特斯拉在中共手里边嘛，那他这个事儿他表态的话，他可能也是，要不然他是真糊涂，要不然是装糊涂。再有一个就是马斯克的星链是绝对不像中国大陆提供的。你看那个星链的那个世界地图这个在那个有些地方，这个马斯克就不提供星链的服务，为什么？就是中共不让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些方面的东西呢，其实才是我觉得马斯克他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做的糟糕的地方。包括马斯克其实对乌克兰的这个态度，对普京的态度，我有些地方我也是不完全同意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人他有好做的，我同意的他的地方，或者是不同意他的地方。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个就把他简单贴一个标签，说这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坏人。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像麦康奈尔是他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不讲他是不是能够代表传统的共和党人，我看他的政策，他的某些政策我认可，他的某些政策我不认可。我觉得这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所以我不想对某一个人做出评价除非那些非常坏的人。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不希望对一个人就做出这样的评价，我只能是说他做的这个事儿对还是不对。我刚才说了这个半天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做事情就是能不能对事不对人这样大家在一块能够就是互联网上会少很多的戾气就是那个
暴力的那种力啊，就是这个户字底下加个犬啊，就会少很多的力气。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这两天不是有人在那个网上喷那个莫言嘛，啊，说莫言什么侮辱先烈罚15亿，哎呀，我真是觉得你凭什么就代表我认为莫言的这个，你赔15亿是一个中国人1块钱嘛，对吧？当然我不是中国人了已经啊，就如果我还有中国护照的话，你让莫言赔我1块钱吗？像我这样的反贼，我觉得莫言讲的有很多话，那说的非常对啊。共产党就是没有抗日嘛，对吧？共产党就是在那个时候去抢老百姓嘛，对吧？那我觉得他在反映一个事实，你凭什么代表我去起诉莫言呢？完了以后，网上就开始有人支持，有人他反对，就又变成了一个战队，一场战队了。那有人说，那你就支持莫言，对吧？我也不是支持莫言，他有句话说的对，我就说这句话说的对。莫言有没有说错的话？莫言也有啊，莫言也对毛泽东的什么诗词啊、什么书法推崇备至，没有必要啊，我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一个人最好是针对他的某一句话或针对他的某一个观点来说对还是不对，我们不要把这个人完全肯定或者完全否定。我们都不是神嘛，对吧？我们都会有做错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会有做对的时候嘛。OK，下面一位朋友问，张教授好，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目前正在读大学，我读过许多基督教和佛家经典，但我最近在信仰上碰到了很多困惑，有很多身边人对我说要更加虔诚、更精进，我由此产生一个悖论，即多么精进才叫做精进，多么虔诚算是虔诚。努力修持几十年，就像绕了一个圈，最后又回到这个问题起初的原点，用天国的标准比较，无论人在地上做得再好，也是微不足道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每天把信仰挂在嘴边，但实际上是把自己关进了一个信息茧房，因为他们的思维出现了盲区，无法就事论事分析许多具体问题中的一些客观因素，逻辑能力不强，坚信心诚则灵。只要心态是对的，神就一定会帮助。这样不尊重人世间客观规律的行为模式，往往导致事倍功半。我相信神是眷顾人，但是没有眷顾到有信仰的人可以在世上完全抛弃常人的逻辑生活，亦或者一味强调末日审判后或人身后的事情，而忽视了当下现实生活中的感受。我对这些现象感到很苦恼，动摇了我的信心。为什么现在大部分人没有信仰，而很多有信仰的人又陷入了迷信？哎，这位朋友，我觉得问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好。我跟大家讲哈，就是这个，我只能是说我自己的一些在修炼过程中的体会哈。其实很多朋友知道我是法轮功的修炼者哈，我这个从95年的时候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修炼法轮功。其实我的师父哈要求我们，就是要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啊。我把我师父讲的话讲出来哈，就是这是我对这个话，其实我对这句话在不断的修炼的过程中的话，我的理解会不断的加深。我不想去解释我师父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只是说字面的意思是字面的意思。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他在这个社会中有他的一定的社会角色，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你在一个社会中，你说你什么责任都不承担，我也不劳动了啊，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僧人，我就靠大家的供养来生活，这绝对不是一个尽社会责任的好的方式。要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你作为一个父亲的话，你就当一个好的父亲，把子女教育好；你作为一个学生的话，你就努力学习，你就把你的这个功课搞好；你作为一个公司的这个创业者，你就好好的把这个公司公司这个办好，然后呢，创造很多的财富，因为你创造了财富之后，你才会有更多的能力去回馈这个社会，包括你用这些财富去做一些弘法度生的事业。然后呢，你作为一个这个学生，你这个多增长你的知识，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用更多的大众能够理解的方式，把佛法以大家能够理解的方式介绍给更多的人，引导他们去阅读真正的这个经典。我觉得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在法轮功修炼的人，我觉得我应该去做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说，哦，我修了佛法了，我就不念书不上学了。我其实每天除了干很多的工作之外的话，我每天都要想方设法的挤出一点时间来去再学一点东西。我在这个中国这边历史这边，中国的哲学这方面，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心得哈，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还是想得很深的。但是在西方这个历史方面，我就会觉得我会差一些。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会听一些，比如说希腊史啊、罗马史啊，我会去听一些这个西方的这个就是
就近代哲学史啊什么之类的，我会去听这些内容，因为在网上其实也能够找到很多这样的内容嘛。你听这些内容的话，其实也是增加你的思考能力，也帮助我在这个频道中做节目的时候，能够把一些问题阐述的更加深刻或者更加的透彻。我觉得这就是我作为一个社会中的公民，刚才不是讲这个公民意识嘛？作为一个公民，我觉得是理所应当的就应该这样去做。你要为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给了你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生活的条件，你也应该理所应当的去回馈这个社会，然后让这个社会把它变成一个你给未来，这个也能够让未来的人能够从你的走过的路中能够，比如说学到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说你给他们创造了一些这个稍微好一点的生活啊，就是你为这个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正反馈嘛，就是你给这个社会做一些更多的贡献嘛。我觉得这个东西跟修炼根本就不矛盾的。这个东西过去的修炼可能是，比如说这个做了和尚出了家，或者是做了这个基督徒进了这个修道院，那都是这个人数很少的，就是比例是很小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真正的虔诚啊，我觉得不在于你表面的形式，说我不学习不工作，我每天就除了看经书不干别的，我觉得那不是虔诚，那真的就走了极端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你所谓的，在我看来什么叫做精进啊，就是你要明白修炼到底是它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办法给大家讲修炼因为我是一个修炼中的人，我也不配去讲这个东西啊，我只能给你讲一些很浅的过去宗教中的那些道理。就是你在这个提升在修炼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不断的去掉人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坏的思想的过程。当然，在过去不同的宗教中呢，他走的路是不一样的啊。像这个释迦牟尼就讲戒嘛，就是通过戒不做某些事情，然后呢，就是这个去掉，就你跟某些东西慢慢隔开了之后的话，慢慢不再想它，慢慢隔开了之后的话，你可能就没有那方面的追求了啊，就没有这种执着了。所以这个释迦牟尼讲戒定慧是吧？然后呢，其实这个基督教的话，它就忏悔嘛。遇到问题，然后你发现自己有什么问题，你去教堂去忏悔，然后呢，你改过啊，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实际上就说修炼的话，它实际上是让一个人不断的提升自己的道德。我们法轮功里边叫提升心性了，就不断的提升道德，然后呢做得越来越好。遇到问题之后的话呢，就是多看一看，就是说，你碰到某些问题、某些难关的话，那肯定是还是自己跟自己的这个心是有关系的嘛。看一看自己的心到底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对自己就是说要求是，我觉得我至少对我个人来说的话，我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你可以想一想，如果神遇到这个问题，他会怎么考虑问题啊？他会怎么做？你可以这样去想。但是人在人世间的话，永远不可能会像神一样。你只要在世间生活的话，你都会有人的思想都会有，不可能是这个真的像神一样的纯净，你也不可能像神做的那么好。但是呢，就是说做的不好呢，你又知道自己没做好，你会去在不断的阅读这个觉者的那些经典的过程中去对照自己，然后发现这些问题，再把它改正过来。这个就是我在修炼中的一个个人体会不代表这个大法的要求我只是在讲我自己个人在修炼过程中的一些想法。这其实在过去的其他别的这个宗教的修炼过程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不断的发现自己我好像还这个某些方面做的不够好或者产生了某些什么样的念头，然后呢到这个教堂中去忏悔或者在这个禅定中的话去摒除那些念头。这其实在过去修炼中的话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只是他们是出家但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法轮功的修炼过程中的话，就是在家修炼嘛，一边工作读书做好你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就是尽好你的社会义务另外一方面的话又是一个修炼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位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理性和信仰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其实过去有很多人他们过分相信理性，就是我经常讲在这个启蒙时代以后，有很多人他们已经慢慢淡化了神的信仰，他们把人的理性看的是最高的，他甚至用自己的理性去审视是信仰，于是的话那个信仰就不再神圣他就认为理性才是这个高于一切的。
这些东西哈，就是这些想法才导致了后来人类面临很多的灾难啊，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理性高于一切，那我可以用我的理性去设计一套完美的制度，然后呢，通过暴力的方式把这种制度向全社会铺开啊，建立一个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啊，就发生的这个就是共产主义思潮啊什么之类的，那都是理性至上的这种余殃。那实际上这个人呢，那是不是需要摒弃理性呢？我觉得也不是这样的。如果人没有理性的话，人就没有这种思考的能力，他也不会创造出什么文明。所以这个文明的话，它一定是理性的结果，但这种理性一定是信仰指导之下的理性。也就是说，在你认可人具有理性的同时的话，你要认可到人的理性还是有限的，就有些东西这个人人的理性是根本就无法完成的。特别是神的那些话语啊，有些东西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啊，但是呢，就是你就先可以试着去照着它去做。有人说那不是迷信吗？我告诉大家不是迷信啊。什么叫做不是迷信呢？因为神不会让你做坏事，神不会让你去杀人放火。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说你凭自己的良知感受你就知道，就这个神让你做的事情绝对不会是坏事。你有自己的良知去判断，然后呢，你也有自己的良知，你可以去这个约束自己的行为啊。同时呢，就是你又有理性，可以去把一些东西去处理得很好啊。我觉得这就是其实一个修炼的人。反正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哈，反正我觉得，我修炼30年之后走到今天，我觉得很多东西，这个事情出了之后的话，我哪怕没做好，但是我都会知道哪个地方是我的问题。我也不会，就是有些东西，我觉得我虽然可能也不完全理解，但它并不能让我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有些东西其实你不理解的话，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去理解。那些你不理解的事儿，其实也不是坏事儿，就是它不会让你去杀人放火，去干什么坏事儿，然后或者说这个对社会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对这样的事情的话，反正你不理解的话，你就给他一个时间慢慢去理解就好了。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哈，我讲东西也不见得对哈，我只是在讲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啊，就完全不代表法轮功啊，我只是讲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总而言之的话，就是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尽到自己的义务，然后呢，这个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然后对与人为善，然后这个在信仰上的话，就是说尽量的去发现自己人品中就是不够完善的地方，然后把它完善起来。这个在所有的过去的这个文化或者是信仰中，其实也都是这样要求的啊。OK， 好吧，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内容还不错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2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